希臘，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國家，從公元前2000多年，這裡就有文化產生。而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很多文化在這裡交流，而古希臘的一些思想制度也被傳播到了歐洲各個地方，所以希臘也被稱為西方文明的搖籃。比方說政治制度、哲學、戲劇，還有我們幾乎都看過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最早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臘。那希臘這個國家，這個國名它怎麼來的？為什麼我們把它叫做希臘？你看英語當中都是 Greeks， 其他 Griechenland， 那它和希臘的發音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其實這個 Greece 一開始是羅馬人對希臘的稱呼，拉丁語呢就是 Grecia。那希臘人怎麼稱呼自己呢？就是這個。那用英語讀出來就是 Hellas。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希臘的正式官方名就是 Hellenic Republic。所以你現在去希臘，很多店名或者地名或者品牌名都有 Hellas 或者 Hellenic。那最早呢也是叫這個名字，直接音译應該叫赫拉斯，对吧？那在中國古代的时候，當時有一些傳教士過來，大致是在廣東、福建一帶。據說啊，有一個傳教士到了廣東，他把希臘 Hellas 用粵語希臘翻譯。那這個 Hellas 如果用粵語直接音譯的話，那是不是應該叫 Hela？ 所以呢，用 Hela 這兩個字來記錄希臘這個國家。那這兩個字用普通話讀出來就是希臘啊，其實跟 Hellas 也有點像的。所以咱們用中文對希臘的稱呼，實際上相对来說是非常正宗的。這個呢，就是希臘國民的中文名來歷。看希臘地圖，其實它挺散的，因為有一部分是大陸，還有一個伯羅奔尼撒半島，然後其他還有很多很多的小島。其實提到希臘，每個人對它的印象不一樣，有雅典衛城，還有04年的雅典奧運會，還有希臘的歐債危機啊，希臘差點破產。其實希臘的這場經濟危機啊，它緩了很久，然後歐盟不斷的去救助，對希臘的財政進行強化監管，直到2022年，歐盟才結束對希臘的這種財政監管。那麼希臘今天到底怎麼樣？咱們就到希臘的首都雅典去看一下。雅典或者說希臘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熱情，它畢竟是南歐嘛，雖然它已經靠很東了，在東邊只有土耳其，要到亞洲了。怎麼個熱情法呢？去雅典多數都會坐希臘的航空公司，類似於希臘的國航，叫愛琴海航空。那個機長就非常熱情，非常能嘮，上了飛機就跟你一直在聊，足見南歐人民的熱情。然後到了雅典上空，還沒有落地啊，雅典給人的第一印象那就是房子都是密密麻麻的啊，幾乎是沒有綠色，就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白色的房子。然後就降落到了雅典的機场，這個機場離市中心還是有一段距離的，所以坐機場大巴到市中心，一路上呢，你能感覺到它這個經濟危機啊，好像還在緩，因為路上相對會比較破敗，它的建設啊，感覺是停留在某一個時期了。然後到市中心之後，你還是有這種感覺，從鋪地的地磚，包括房子，到了最市中心，有的在裝修，有的在拆，有的被廢棄了，然後隔着這個廢棄的房子旁邊就是一個裝修比較好的一個類似於精品店或者餐廳，就兩者是硬結合一起擺在你面前的。然後整個路況並不是很好，整個基礎設施一般般，地上的衛生情況相對也比較髒一點。它跟歐洲其他的城市還不一樣，因為有的也很舊，你比如說意大利的一些城市也很舊，但它的舊，它的建築啊都是感覺是有年代感的那種舊，那種歷史沉澱的舊。但是雅典呢，它這個建築一看就是20世紀下半葉建的，它並不是充滿歷史感的那種舊。不管舊不舊，雅典的伙食還是很不錯的，尤其是和西歐比。首先吃的是派，裡面有各種馅儿的派。爱琴海航空這個飛機上發的就是派，有甜的有鹹的。雅典城市裡有很多派的店，有素的有肉的。雅典還有的就是烤肉啊，其實這一點呢跟土耳其稍微有點像，畢竟非常近，是同一個區域。當然可能希臘人聽到這個不是很高興，因為希臘跟土耳其歷史上還是有矛盾的。那希臘還有其他很好吃的，比方說海鮮啊，魷魚啊、蝦啊都很好吃，還有就是羊肉，因為希臘的羊奶酪也很有名。那如果吃不慣這些了，或者吃膩了，在希臘的華人也非常多，那尤其是雅典，所以雅典的中餐也很不錯，消費非常的便宜，不管是吃飯住宿。當然這個跟旅遊的淡季旺季有關，反正淡季過去的話，不管你酒店還是民宿都非常便宜。希臘的旅游淡季旺季差距是非常大的，因為旅游業是希臘外匯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那希臘的經濟除了旅游業之外，還有比較重要的就是商船。希臘整個的商船团队，它的運力占到全球的18%，可以說是擁有全球最大的商船队。
另外，希臘有很多島、很多海，那也是歐盟非常重要的海產品的來源地。所以你發現沒有，希臘的經濟產業、旅遊業，還有就是農業啊，什麼奶酪啊，包括漁業，好像涵蓋面是還可以，但是沒有形成自己的競爭力。除此之外，希臘政府還搞過什麼投資移民，現在也有，還有一系列能賺錢的，但是它就是沒有非常核心的、擁有很強競爭力的產業。所以說，希臘可能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全從之前的歐債危機中緩過來。那既然提到旅遊業，那咱們說希臘或者說雅典有沒有好玩的？那當然有了。尤其你對西方歷史有點了解、有點感興趣的話，那雅典可玩的東西太多了。第一個就是衛城，這個衛城就可以兜很久。那除了這個衛城之外，其實散落在雅典城市裡有很多很多古羅馬的建築，圖書館、劇場到處都是。整個雅典其實跟羅馬有點像整個一個露天的博物館。它不只是雅典，其實在希臘很多散落的地方也有很多古蹟。而且古希臘建築它有個特徵，它不像古羅馬，因為建造工藝更加發達，很多古羅馬建築都是平地而起，像鬥獸場啊。那古希臘的建築它更擅長於利用地形。你看它這個劇場，它就是依山而建啊，它通過這個山的斜坡，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那個看台。不只是大劇場，你看這個帕纳辛纳克體育場，這裡是首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地，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全部用大理石建造的大型體育场。那這個體育場放在古希臘時期呢，是用來舉辦泛雅典運動會，是來紀念雅典的守護神雅典娜的。那它利用的就是两座山之間這個洼地的地形，形成了一個天然的看台，充分的利用了這個自然條件。其他你看這些劇場都是沿着衛城的這個山而修建的。關於雅典或者希臘的建築太多了，我們今天就不在這裡詳細論述。那雅典的整個氣候啊，因為靠海又在南邊，實際上是非常熱的，所以有別於西歐或者北部歐洲，雅典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空調。那整個雅典，如果你就在市区玩的話，幾乎不需要坐公共交通，因為它的景點非常的密集。以前的雅典規模其實也不大，所以很多旅行的景点古蹟走幾步路就到了。而且雅典有很多山，上面也只能走過去，沒有公共交通啊，所以每天步數破萬非常輕鬆。而且看個日落，看個城市景色，雖然它有點髒亂吧，但是從山上看整個城市還是非常的漂亮的。那如果你要去其他地方，買個天票就可以了。但是雅典的交通稍微有點不靠谱，谷歌地圖上的時間基本上是不準的，尤其是去不在那麼市区的地方，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有時候等很久，一輛車都不會來。用當地的軟件，一個字母你看不懂，另外一個時間好像也不是那麼準。所以整體就在市區玩的話，就靠走路吧。整體而言，雅典是非常奇妙的，就落地你感覺有點破舊的房子，然后旁邊呢又是一個非常精品的房子，然後走幾步呢又是一個古蹟，沒有絲毫過渡。然後你住的地方可能出去就是一條非常熱鬧的步行街，但這之間就會有幾個類似於不知道是流浪漢還是什麼，就躺在那裡。它的很多元素都是非常硬的交接在一起，一個是你去之前做的功課，西方文明，另外一個是你所了解到的現實，那希臘整個發展啊，或者經歷過的一些危機啊，那有的呢你可能了解一部分，有的呢你可能都了解，但我沒想到他們兩者的組合方式是直接的交織在一起的，這個確實應該說是一種出乎意料。整個雅典有一樣動物非常多，那就是貓。在西歐可能貓看到的比較少，但是在雅典貓非常多，而且這些猫都挺肥的，路過的人會餵給它東西吃。還有就是畢竟是南歐，整個動物都非常的鬆弛，貓貓狗狗完全不怕人。我見到一條狗就在衛城博物館前面，就直接仰着，就這樣在曬太陽在睡覺，旁邊的人熙熙攘攘，它就這樣曬太陽，然後走過去它就看着你，沒什麼事要繼續倒頭睡。曬太陽的狗子又換了個地方曬太陽，獨屬於南歐的那種鬆弛感。那總體而言，雅典並不像是一個化完妝展現給人們的這樣一個城市景象，在某種程度上屬於有一種真實感，它什麼時期都毫無保留地展示在你面前。有的人就喜歡這種雜亂或者混沌，有那種歷史的破舊感，各個時期直接的那種交接碰撞。那有人可能就不喜歡，他覺得有點破破爛爛感覺。不過在我看來，尤其它展現的一些建築以及背後的歷史，還是非常吸引我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頻的全部內容，下期再見。